这些人都是太子宫的护卫吗？是啊，他们肯定是太子宫的护卫。如果真如张大人信中所说，是有人设计陷害太子，那这些人死的就太冤枉了。因为一个人参与了行刺皇上，就把整个太子宫的护卫全杀了。事情还没有查清楚，就杀了这么多人，太残忍了。赐死之后，曝尸10日，这是宫廷中极为严厉的处罚。看来皇上是相信太子谋逆的事实，才会下这样的狠手。都说江湖凶险，我看官场上的凶险比江湖更甚。走，去找张顺子。既然他说是张大人派他前来，那就说明他一定是可信赖之人。走，撤！公元680年，唐高宗李治御驾亲赴泰山祭天，奉命先行前往泰安，安排祭天事宜的太子李贤，为一场阴谋所陷害，由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，也改写了大唐皇朝的历史。骰子，你怎么办起事来，总是火急火燎似的呀？大人，张大人派人来，说有10万火急的事找您。是哪个张大人呢？张柬之张大人。卑职张顺子参见狄大人。请。坐。张大人，此番又有什么好事想起狄某来了？回禀大人，皇上在去泰山途中遭到刺客袭击。何人所为？据说是太子。卑职听说是太子准备趁皇上在祭天途中发动兵变，企图弑君篡位。太子篡位？这不可能吧？张大人也不相信太子会做出这种事，可他现在已背上了帮凶的嫌疑，有口难辩，所以悄悄派卑职来，请狄大人务必帮忙查清此事，还太子一个清白。皇上现在何处？皇上受伤，龙体大损，已经返回京城。太子呢？太子也被押解回京，等候处置，估计是凶多吉少。不仅如此，2位朝中大臣还有泰安府数十名官员都被牵连了。也就是说，张大人、郭大人也深陷其中。是，张大人说，毕竟是他们陪太子一起出宫的，肯定脱不了干系。好在是跟随皇上多年的大臣，皇上还信任他们。请狄大人主要是为了太子，太子是清白的。这是张大人的意思，还是皇上的意思？是张大人恳请狄大人。张大人说，只有您才能拨云见日，使这桩冤案水落石出。还有，张大人让我给您捎来一封密信。狄公，你见信之时，我恐怕已身陷囹圄。泰安府中出现此旷古奇冤，为时是骇人听闻，惊天动地。愚以为这一定是有人设计陷害太子，企图谋篡储君之位。皇上不信自己的亲生骨肉，竟然相信了所谓无中生有的事实。
望你见信之后，念多年朋友之谊，务必帮忙查清此案。这不是为我张柬之，是为了太子，为了立唐天下，为了万众苍生。撤！吴大人，狄仁杰果然奔泰安去了。我早就说过，狄仁杰就喜欢没事找事，凭这一点就注定了他这一生都得和麻烦过日子。没有得到皇上的圣旨，他就敢去查案。我们就等着看好戏吧。那李贤怎么样了？正在回京的路上，听皇上的意思是押回京城严加处置。这回太子是肯定当不成了。废除太子是铁板钉钉的事情，我估计他的脑袋恐怕也保不住了。大人，这些人都是太子宫的护卫吗？是啊，他们肯定是太子宫的护卫。如果真如张大人信中所说，是有人设计陷害太子，那这些人死的就太冤枉了。因为一个人参与了行刺皇上，就把整个太子宫的护卫全杀了。事情还没有查清楚，就杀了这么多人，太残忍了。赐死之后，曝尸10日，这是宫廷中极为严厉的处罚。看来皇上是相信太子谋逆的事实，才会下这样的狠手。都说江湖凶险，我看官场上的凶险比江湖更甚。走，去找张顺子。既然他说是张大人派他前来，那就说明他一定是可信赖之人。走，撤！狄大人，多谢。这位大哥，啊，请。狄大人，这件事我也说不大清楚。卑职是一个小小的捕快，根本靠近不了太子行宫，更牵涉不到上面的人。不过你没有眼见，总有耳闻吧？我听到的基本上和张大人信中写的一样。御林军的统领李多作李大人认出刺客中带头的是太子宫的人，后来又在太子行宫里面搜出了兵器和龙袍，种种证据证明是李贤太子兵变，企图弑君篡位。现在知府衙门还有什么官员吗？知府大人和一些重要的官员都受到牵连，关押的关押，流放的流放，也没什么人了。也就是说，堂堂的泰安知府衙门，现在连个管事的都没有。暂时由胡捕头负责。谁是胡捕头？哦，他叫胡凤山，是衙门中的捕头，我们都听他的。太子行宫由谁把守？哦，太子入住之前，由衙门派人把守。太子入住以后，就由太子宫的护卫接管了。我们只负责街面上的事儿。太子行宫搜出的兵器现在何处？都放在衙门兵器库中封存了，也由胡捕头负责。你能带我们去见他吗？狄大人，这位大哥，你们还是自己去找他吧。我不是不想帮你们，我是不想掺和进去。你已经掺和到这件事里来了。哎，人家顺子兄弟既然为难，
又何必非要强迫人家呢？走，我们自己去找那个胡凤山。怎么样？胡捕头不在。不在？奇怪。大人，他会不会知道我们来，故意躲着我们呀？他为什么要躲着我们呢？您想啊，张顺子是张大人所以信之人，他都不肯帮我们，胡捕头为什么要帮我们呀？既然找不到胡捕头，我们自己想辙。大人，我打听清楚了，自从太子出事之后，行宫就被封了，里面根本没有人。那兵器是从什么地方搜出来的？听说是从后院的一个地窖里。地窖？地窖。太子可真有闲工夫啊！为了藏兵器，还专门挖一个地窖。这也就罢了，还要挖在自己住的地方。大人，我们什么时候动身？吃完饭再说。大人，打不开，去那边看看。大人，这个地方就是太子行宫的侧门，一般人不走这儿。地窖在什么地方？在后院。大人，我好像听到了什么动静。我也听到了。奇怪呀，按说这太子行宫早就没人了，门都是锁着的，怎么会有动静呢？稍安勿躁。谁？是狄大人吗？狄大人，卑职胡凤山参见狄大人。请起。谢大人。你就是胡凤山，胡捕头。卑职正是。你怎么知道我们要来？请狄大人和这位仁兄进屋说话吧。请。哎，此处有好多的花呀！啊，这间屋子是太子住的。实在是太多了。应该的，应该的，小心无大错嘛。礼贤太子如果小心一些，就不会被奸人所陷害。你认为礼贤太子是被奸人所害吗？这不是卑职认为，这是张大人说的。张大人有没有说奸人是谁？这卑职就不知道了。张大人说狄大人一定能够拨云见日，还礼贤太子一个清白。我听说礼贤太子把兵器藏于行宫之中，是吗？啊，是藏于地窖之中。地窖在什么地方？就在后院。可以去看看吗？可以，大人请。大人请。
地窖口就在这里边。来，狄大人，地窖口就在这儿。那些兵器都是从此处搜出来的。是。太子的侍卫自己有兵器，为什么还要运兵器来？这样做好像没有道理吧？卑职也觉得有些奇怪，也许是有人故意将兵器藏于行宫之中，达到陷害太子的目的。这个地窖口很隐秘啊，怎么搜出来的？这卑职就不知道了。太子入住行宫后，卑职等便不能擅入了。听说是李将军带人搜出来的。李将军，李多作是。骰子，下去看看。是。这就是那个藏兵器的地方。是。胡捕头，你到泰安府多长时间了？有7、8个年头了。哦，太子行宫是什么时候修建的？这行宫不是新盖的，原本是一家富人的宅子。那家富人迁走之后就一直空着。听说太子要到泰安来，知府大人特意找人重新修缮，作为临时的行宫啊。大人，我看这个地窖是刚建成不久的。行宫是旧的，地窖是新的。难道这是特意为了藏兵器而新挖的？这卑职就不知道了。太子是什么时候到的泰安府啊？6月13。6月13。太子来了之后，负责看守的肯定是他的侍卫。那他来之前是谁负责看守行宫啊？由衙门中的衙役轮流值班看守。胡捕头，运送这么多兵器到地窖而不被人发觉，太子早在来泰安之前，兵器已然运到地窖。那太子是早有谋反之心啊！他在泰安有内应，他是通过内应来做这些事的。这无论如何呀，想运送这样大批的兵器进来，就算是有内应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除非整个泰安府的捕头、捕快、衙役都是内应。狄大人，您这可就冤枉小的们了。咱们这些兄弟怎么能和宫中牵扯上呢？胡捕头，我这是推测，别急啊。如果都是内应，那倒霉的不是太子，而是皇上了。胡捕头啊，那现在可不可以去看看兵器库啊？当然可以啊。狄大人，请。太子入住之前，曾经有什么其他的车马出入过吗？修缮行宫的时候经常有，后来，便是一些运送花草的马车了。运送花草？是，不止太子行宫需要大量的花草。那太子入住之后，这些车马还出入过吗？有，
知府大人交代，行宫中的花草一定是最新鲜的，一天要更换一次，一直到太子出事之后。那这些花草从何处运来？玉花谷。玉花谷，此处就是玉花谷了。太子行宫的鲜花都是从这里采办的。是。主人呢？已经多日不见了。有几位花农啊？只有他一个人。一个人？玉花谷的主人是一位16岁的姑娘，她叫玲珑，祖辈都是养花的。因为她人实在，花养得又好，价钱又便宜，所以知府衙门的鲜花都是从此处采购。她是什么时候不见的？自从太子出事以后，她就不见了。也就是说，现在花圃已无人管理。是。不对吧，胡捕头啊？一座无人管理的花圃10多天了，花儿怎么还如此鲜艳呢？你看这儿，这分明是有人刚刚浇过水的呀。哎，就是啊。是你？走。大人，你来干什么来了？快说！哎，别吓着他，慢慢说。顺子，喝口茶啊，别害怕，来。哎，你别紧张啊。水子，这么晚了，你还到玉花谷干什么？还不如实向狄大人交代。我是路过。顺子，你不是路过，你是给花浇水去了。没有。都这样子了，你还说没有？狄大人，我不知道玲珑在哪儿，我当真不知玲珑在哪儿。你说的这个玲珑，就是玉花谷的主人吧？是。顺子，我们问玲珑啊，只是想了解一些当时的情况，没有别的意思。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她在哪儿啊？我不知道，我当真不知道。顺子，你当真不知道玲珑姑娘藏到何处去了吗？她涉嫌与太子行宫私藏兵器有关。当真没有。玲珑从未给太子送过兵器，她只是为行宫送花。胡捕头，你们可不能血口喷人呐！玲珑自幼就在泰安府长大，从未离开过半步，她如何能跟太子兵变扯上关系呢？狄大人。也是。行了，时候不早了，你们都回去歇了吧。啊，是，大人。去吧。哎，顺子，你还不回去，在这傻愣着干什么呢？狄大人，我走了。奇怪呀，太奇怪了。什么奇怪啊？大人，张顺子乃张大人所倚信之人，这才会派至狄村给咱们送信。请大人您出来帮忙彻查此案。按理说，大家乃一家人才对嘛。为什么他要在玉花谷中躲避我们？好，就算他果真是去帮玲珑浇花，那也没什么大不了嘛。
何必要鬼鬼祟祟、慌慌张张？依我看，张顺子与养花女玲珑之间一定有某种不可告人的关系，而这玲珑姑娘应该与运送兵器进太子行宫有关。胡捕头说了，太子进入泰安的前后几天中，只有送花的马车可以每天进出，而我们在藏兵器的地窖，还有运送兵器和包裹兵器的那些木头箱子、草卷上，也发现了残落的花瓣。很显然，他们是利用鲜花做掩护，将兵器运进了太子行宫。辨析入微。假设事情确实是这样，这玲珑姑娘年方16岁，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还有，如张顺子所说，她从小到大连泰安府都没出过，怎么会和太子或者陷害太子的这些人扯上关系呢？大人，玲珑如果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，为什么太子出事之后他就失踪了？再说那个张顺子，满脸的紧张样，一看就知道心里有鬼。大人，我们查出是谁把兵器送进太子行宫的，这元凶不就出来了吗？线索呢，其实是明摆着的，是运花的车马把兵器送进太子行宫的。那就更简单了，咱们找到张顺子，让张顺子找到玲珑，令他说出受何人指使把兵器送进太子行宫，案子不就破了吗？谁？胡凤山。卑职胡凤山见过狄大人。什么事啊，胡捕头？顺子又到玉花谷去了。狄大人，就这儿。大人，卑职刚才明明看到他进到山洞里了呀。分头找找。是。顺子哥，我的花交了吗？哎，别管那些花了，赶快收拾东西离开泰安，走得越远越好。太子当真要杀皇上？假的，是别人诬陷太子。那为什么我要离开呢？狄大人到泰安来办案，他们怀疑太子宫的兵器是你运进来的。狄大人，你快过来看呐！这个山洞也属于玉花谷吗？是玉花谷冬天养花的地方。养花的地方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呢？会不会是存放兵器的地方？他们不慎搬运时留下来的。有可能。不过我要是太子，我一定还会在这里存放兵器，绝不将兵器搬进行宫。看起来他们先把兵器藏在山洞，然后再利用运花的马车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他们运进太子行宫。看起来玉花谷的人
肯定和陷害太子之人有关系，至少也是被他们利用了。对，一定是有人知道太子来过玉华谷，所以想陷害他。太子来过玉华谷？卑职也是听说的。听谁说的？哎，听谁说的呀？狄大人，恕卑职不能说呀。哎，有什么不能说的？大家现在是同舟共济，当然要齐心合力才是啊。不能，卑职答应过，不能说出去的。答应谁了？狄大人，卑职有事，先走了。胡捕头，大人，张柬之大人是您的朋友吗？是。那就奇怪了，这胡捕头与张顺子都是张大人推荐给咱们查案的，我怎么觉得他们都像心里有鬼呀？看来太子真的到过玉华谷。玲珑，太子不会来了，你就听我一句话，快走啊！可我能去哪儿呢？我从来没有离开过泰安府，我甚至连个亲人都没有。地方我已经找好了，你先在我一个亲戚家躲一躲，等过了这个风头再说。可我真的没有做坏事啊！我相信你，不等于别人都相信你啊！万一给搅进去，要掉脑袋的。顺子哥，你告诉我，太子他会不会掉脑袋？哎呀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惦记他？玲珑，你不会真的喜欢上太子了吧？玲珑，你和太子的事还有谁知道？不行，你还是得走。玲珑，你和太子的事别跟任何人说，就让他烂在肚子里吧。啊！可是，别可是了，要想好好活着，只能这样。赶紧收拾东西。大人，张顺子果然不在家。他还真不是个简单的人物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哎呀，狄大人，可以进去吗？这不大方便是吗？大人，请。好。大人，好。您想知道什么就尽管问，只要卑职知道的，一定知无不言。好，你坐。谢大人。礼贤太子去过玉华谷吗？是，礼贤太子确实去过玉华谷，而且不止一次。哦，他去那儿做什么？6月13那天，玲珑姑娘到太子行宫送花，就在那天下午，太子派人将我召进了行宫。卑职胡凤山参见太子。凭什么？谢太子。胡捕头，你不必紧张。本宫今天请你来啊，是有件事要问你。今天给行宫送花的那位姑娘叫什么名字？回太子的话，她叫玲珑。哦，玲珑。这些花都是她送过来的吗？是的，玲珑是泰安府有名的养花姑娘。这花养得确实不错。对了，她的花圃在什么地方？在玉华谷。玉华谷。从那以后，太子便常到玉华谷去，两人相处甚密。太子每次去玉华谷都是你带去的吗？不是，
卑职只带过2次，太子护卫路熟了以后，卑职就再也没有带过。太子还打赏过卑职一些银两，嘱咐卑职不要将他去玉花谷的事情说出去。狄大人，不是卑职想瞒狄大人，是卑职答应过太子。再说，此事实在关系重大，万一……我明白。依你看，太子和玲珑姑娘以前认识吗？这卑职就不知道了，应该是不认识吧。太子行宫的花都是玲珑姑娘亲自送去的？有时候玲珑姑娘自己送，有时候太子派护卫去接她。每天都送？每天都送，从不例外。打扰你休息了。狄大人，卑职也是奉旨行事，卑职并不知道玉花谷就是私藏兵器的地方。我知道了，歇着吧。大人，太子是6月13到的泰安，出事的时间是6月27，中间有10多天的功夫。如果每天都送花进太子行宫的话，那么将兵器运进太子行宫根本就不是问题。现在，兵器如何运进行宫已经不重要了，关键是谁事先准备的，又是谁藏在玉花谷的？玲珑每天都在玉花谷中侍弄那些花草，那么多兵器藏在那里，他不可能不知道。他不仅应该知道，而且他很可能和那些陷害太子的人是同谋。他究竟去了哪儿呢？该不会是已经被灭口了吧？不像。如果他真的被灭了口，那么张顺子的异常举动又作何解释呢？哪里是人呢？分明是鬼影。大人，不是我跟您吹啊，别说一个小小的泰安府，就算整个泰安境内，能找出比我骰子轻功更好的人，根本没有。真是见鬼了！所以说，有些人远比鬼更可怕呀，而且远远超出你的想象。会不会是顺子？不会，顺子的轻功怎么可能这么好呢？要不然他也不会在玉花谷中被我轻易抓住了。难道是玲珑？看来要想解开这些谜团，我们必须要找到玲珑。张顺子一定知道玲珑的下落，不管他是虎是狼，总要回窝的。走。大人，您歇会儿，歇会儿，我盯着就行了。他能去哪儿呢？谁？是我，胡凤山。狄大人，骰子兄，刚才卑职到客房去找您，您不在，听衙门的弟兄们说你们出来了，我琢磨着您就在这儿呢。来来，晚上冷啊，喝2杯暖暖身子。哎呦，有酒，哎，还有卤味小菜呢。胡捕头，
你想得很周到嘛。狄大人办案这么辛苦，我身为地方的捕头已经很汗颜了，再不做点什么，就该回去种庄稼了。狄大人，你呀，来，你先点吧点啊。好。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啊？找到玲珑姑娘是查清案子的关键，而找到张顺子又是找到玲珑姑娘的关键。我呀，猜也猜得出来。哦，聪明，聪明啊！你倒挺会猜的。你怎么不直接猜猜玲珑姑娘藏在哪里啊？张顺子躲哪儿去了？这。老爷，事情都办妥了。回老爷的话，事情都办妥了。狄仁杰能相信吗？他不相信，也得相信。不会有什么麻烦吧？这个您放心，老爷您绝对不会有一点麻烦。如果有麻烦，那也是太子的。大人，我问过泰安府的其他衙役，他们都说没有见到张顺子，这已经整整2天了。玲珑失踪了，他也失踪了。我们那天夜里就不该放了他，找不到他，这个案子就无法查下去了。张顺子、玲珑、太子，这3个人无论有什么嫌疑，结论只有一个：兵器是从玉花谷利用送花的机会送进太子行宫的，最大的嫌疑人还是太子。还有，那个胡捕头呢？胡捕头和张顺子都是张柬之专门安排协助我们查案的，2个人应该一条心才对。可我总觉得他们彼此间都在相互猜疑，相互提防着什么。他们真的是受张柬之的嘱托吗？这恐怕只有找到张顺子才能知道啊。大人要买什么呀？啊，给我儿子买个礼物。大人，那您帮我也挑一件，算我这个做叔叔的送给光远小少爷的礼物啊。哎，我说你们到底要不要啊？要是不要，就给我放下。嘿，怎么说话呢？哎，要啊！你这个东西是哪儿弄的呀？哎，不瞒这位客官，这东西啊，其实是我捡来的。哦，是在哪儿捡的？从城外捡的呀。客官，你到底要不要啊？哎，要啊！多少银子？那就给2两银子。嘿，不多，好东西啊！给银子，给他。小子，便宜你了。大人，您不是说要给您儿子买礼物吗？您买这个玩意儿干嘛呀？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？没见过。这是令牌，调动军队用的。调动军队？每个节度使，他们的令牌都不一样。这种令牌我见过。他是亳州刺史琅琊王李冲所用。琅琊王，哼，可是皇亲国戚。他是越王之子，按照辈分，他应该是李贤太子的兄弟。可这琅琊王的令牌怎么会出现在泰安府呢？问得好，这也是我想知道的。蜜蜂奔香，哎，你看看，这苍蝇怎么干起蜜蜂的活计来了？这荒郊野外的，有人四处排泄，也未可知啊。好怪的味道啊！
大人，这应该是大人，这不是花的颜色，是血。顺着花找，肯定有问题。大人，我昨天追那个鬼影，就是追到这个地方追丢的。走，去看看。大人，请看，这个地方的土和别的地方不一样，好像是新翻出来的。能够吸引苍蝇飞过来，一定埋着尸骨。那张顺子和玲珑会不会？取铲子来。卑职参见总管。免了。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该办的都办妥了。狄仁杰到泰安也有3天了，该让他发现些蛛丝马迹了。他们现在完全在被咱们牵着走。他找到的证据只能证明李贤与私藏的兵器有关。狄仁杰是个聪明人，他绝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事。总管放心，我们的痕迹擦得干干净净，不会给他留下任何有用的线索。很好。估计李贤也活不了几天了，只要他一死，这一切就都结束了。大人，大人，这不是和您刚才买的一模一样吗？又是琅琊王，莫非他的人真的到过泰安？他们果然是琅琊王的人，那太子谋反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了。拿着。哦。大人，大人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去衙门，叫胡捕头。是。狄大人，怎么会有这么多尸体啊？您是怎么发现的？狄大人。啊，好。胡捕头，麻烦你让兄弟们辛苦一趟，把尸体运回衙门，马上安排人认尸。卑职遵命。从现在看来，太子不光有嫌疑，嫌疑还很大。我看未必。您不是说琅琊王和太子的关系很好吗？我看他们呀，互相勾结，沆瀣一气，弑君篡位。筛子，你在江湖上闯荡多年，对江湖的门派以及帮会，应该很熟悉吧？那是自然。这大的门派里也有令牌啊？有啊，
那都是当头的指挥底下的弟兄们用的。那是不是每一位弟兄的手中都有一块令牌呢？那怎么可能呢？这是什么？是琅琊王的令牌，调动军队、指挥兵马用的。13具尸体，就有13块令牌，啊，这还丢了一块。也就是说，琅琊王帐下的全是当官的。有人在设迷魂阵呢。大人，如果说整件事情是个阴谋的话，那刚才摆地摊的那个小贩，会不会是故意把我们引到这里来的？快走！哦，哎，这位姑娘，刚才这儿的那个小贩呢？往那边走了。哦，快！断气很久了，看起来这帮人下手够快的。哎，你吃啊。大人，您和张大人是朋友吗？多年好友。不像，我觉得他像是在黑您。吃完了饭，辛苦你去一趟京城。务必要见到张大人。我也觉得这个忙越帮越不对劲儿了。狄仁杰已经发现尸体了。是。他相信是琅琊王的人吗？没有，这都是卑职的疏忽。没想到他们会死在一起，所以就每个人都发了一块令牌。结果在掩埋尸体的时候，把令牌的事给忘了。你个笨蛋！狄仁杰下一步一定会调查这些人的来历。看来我们的时机已经成熟了。听我说，你马上去办件事。是。有人认出了尸体。是。他们是什么人？是玉花谷的玲珑姑娘从外面雇来为太子行宫送花的。玲珑姑娘雇来的，他们都参与送花了。是，因为送花大多是在晚上，所以兄弟们一时没有认出来。哦，这么说，他们都参与了运送兵器，所以被杀人灭口。卑职也是这么认为的。我们得尽快的查出凶手，找出幕后的主使。卑职这就去查。谁呀？大人，是我。狄大人，顺子，这是几个兄弟的证词，证明他们都参与过为太子行宫送花。这个是卑职我的证词，证明他们都被骰子所杀。骰子是有名的暗器王，说他杀人灭口，没有人会怀疑。这回狄仁杰死定了。什么？送花的车和人都是胡捕头找来的？是。你怎么知道的？狄大人，这个您就甭问了。总之，我说的是真话。如果兵器是运花车送进太子行宫的，那也是胡凤山捣的鬼。你见到玲珑了？他在哪儿？狄大人，您相信我，也相信玲珑吧。他绝不是坏人。
可是我见不到他的人，怎么相信你说的是真的呢？狄大人，我敢对天发誓，我张顺子说的都是真话。您相信也好，不信也罢，我该说的都说了，也算对得起张大人和您了。哎，顺子，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玲珑的。哎，很显然，泰安一案是一起危害天下苍生与江山社稷的大案，很有可能会引发朝政的危机与天下的动荡，那样百姓就要遭殃了。我狄仁杰必须将此案彻查到底。大人，张大人怎么说？张大人被软禁在家中等候处置，门口是京城的卫队把守，谁都进不去。他们拦不住你，别跟我卖关子。张大人怎么说？张大人说了，那张顺子确实是他派去送信的。至于胡捕头，他根本不认识，对不对？没错。从我们到了泰安府之后，就一直在胡凤山的引导下进行调查。先是发现地窖内外的花瓣，再由花瓣引出玉花骨，再导出养花姑娘玲珑，然后讲述了一段玲珑与太子之间的微妙关系，最终让我们相信太子和玲珑之间有一段不可告人的秘密。可是张大人说了，太子确实进过玉花谷，而每天往行宫里送花的人也确实是玲珑，除非是张大人也在说谎。看来这些谜团只有玲珑姑娘才可以解得开。您不是说已经见到张顺子了吗？张顺子所说的一切，似乎都是在为玲珑姑娘开脱，而胡捕头恰恰相反。这几天我找衙役们都聊过，他们都认出那13个人确实参与过送花，还有人记起那晚值夜的正是胡凤山、胡捕头。我对这13具尸体进行了再一次查验，他们死亡的时间就在太子来泰安之前。一种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太子真的想兵变，他早就做好了准备，利用运花的机会把所有兵器运到行宫，然后再将所有人杀掉灭口。这种解释挺合理。可同样的链条还有另外一种解释，那就是嫁祸太子的人知道太子要来泰安，于是利用玉花谷要送花进行宫的机会，把兵器运进了行宫，嫁祸太子。父皇，父皇，儿臣冤枉，父皇！这种解释好像更合理。试想，太子如果真的要兵变，那么兵器藏在玉花谷比藏在行宫更合适。还有，胡凤山说那13个人是玲珑找来的，为什么他检查不出来？最大的可能就是那些人是他找来的，所以他根本就没有检查。再者就是琅琊王的令牌，琅琊王一向和太子关系最好，如果是太子在嫁祸，他为什么谁都不嫁祸，偏偏要选择和他关系最好的琅琊王呢？那玲珑和太子的关系又作何解释呢？这玲珑为什么会失踪呢？有一种可能，正如胡凤山所说，太子到了泰安之后，无意间遇到养花姑娘玲珑，他很喜欢她养的花，于是经常去玉花谷，正如胡凤山所讲，就是去画花。太子在出事之前在泰安住了20多天，日久生情也未可知啊。
太子喜欢上了养花女。太子出了事，他怕受牵连，于是躲了起来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张顺子的怪异也好解释了。他既想帮我们查案，又怕我们找到玲珑，怕玲珑因此受到伤害。大人，看起来我们又该和胡捕头聊聊了。筛子，你留下来监视胡捕头，看看他到底与什么人来往。我看这个人他不过是只小虾，他的身后一定有大鱼。我马上赶回京城，向皇上请旨，公开查办此案。可启程赶往成都府，要将此案给我查得水落石出。不但要抓到凶手，一定要找到嫌儿。活着我要见人，死了我要见尸。臣遵旨。哀家已经与兵部、刑部、大理寺都招呼过了，你要带多少兵马和捕快，自己定吧。臣只需带一人。谁呀？骰子。骰子？就那个几年前你收服的江洋大盗吗？太后记忆如神呐。正是他，请太后恩准。朝中有那么多有能耐之人，你带谁不行啊？为什么偏要带他呢？他给你惹的麻烦还少吗？哦，不，太后容禀，在泰安府查案之时，骰子全都是遵从臣的命令在行事。如果说麻烦，那是臣给他找了麻烦。骰子曾经做过江洋大盗，但他已经改过自新。此人武艺高强啊，江湖上人称暗器王，对江湖的事情了如指掌。臣以为，像这样的一个人才，应该给他为朝廷效力的机会啊。太后，他还关在天牢里吗？是。准了。太子回京，自然是有人欢喜有人愁。5年前陷害他的人，绝不会轻而易举地让他回来。也许泰安府的案子又会沉渣泛起呢。也好，我倒要看看，是谁敢不泰安案之后尘，再次对太子下手。来，下，快开，来，开呀！大拿！哎，看我的！开呀，大开，看着大，小，哎，赢了！运气怎么这么差呀？你的输光了，不和你玩了。鱼头，给我换几个窝头来啊！输那么多了，改天再玩吧。你还站着干什么呀？算我借你的还不行吗？窝头没有，拳头要不要？谁啊？谁呀这是？骰子参见狄大人。哎，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啊！哼，大人，骰子以为啊，此生没机会再跟着您干了，没想到，老天爷真是格外开恩。掌柜的，再拿一壶酒来。大人，这5年在牢里啊，我经常想起咱们一起办案子的情形。哎呀，不瞒您说，能让我骰子栽了的，您是头一个；能让我骰子打心眼里佩服的，您也是头一个；能跟着大人您混口干净饭吃，那是骰子的福气。说吧，这回是去阎王殿，还是去鬼门关？你是在泰安一案中被捕入狱的吧？那是冤案，案子沉渣又泛起了。太子不是已经被关押到成都府了吗？能出什么事啊？他失踪了。失踪了？我得感谢李贤，他要不走，我这泰安一梦不就白做了？吴大人，太子失踪，立即通知我们的线人，务必注意张建志，还有那个李多做的动向。如果找不到李贤的话，您尽可坐享储君之位；若是找到了，
太后对此事不会善罢甘休，如此，我们的机会就来了。大人，咱这个明修栈道、暗度陈仓的计策不行啊。怎么了？栈道是明修了，陈仓为暗度了啊，有不少人跟着呢。有多少人呢？8个。有熟面孔吗？没有。这么说，都不是江湖中人了。大人，我闯荡江湖这么久，江湖上有头有脸之人我也认识不少，可这些人并不认识，也许都是些小喽啰。我只认识做交易的，这些靠墙根的不大熟。好了，今天不走了，咱们就在这柳林镇打尖住店。不可，大人，这帮人好像就是跟着您来的。既然是冲我来的，那就更不能怠慢客人了。别回头，大人，他们正盯着咱们呢。都说你脑后长眼，名不虚传呢。好，就在这儿找地方住下。梁客官，请用饭吧。这酒是最好的酒，菜是最好的菜。这是本店的招牌菜。好。这好不好要客人说了算，用得着你卖瓜的说自己瓜甜吗？行了，你出去吧。是，两位客官请慢用。大人。可以喝了。离开江湖这么多年，活计还没生疏啊。大人，别的东西呢可以丢，保命的东西不能丢啊。江湖险恶，人心叵测，你可想不到自己能得罪哪路神仙。我看呢，今天晚上你这叫睡不安稳。来，我呢，只盼着这一辈子呀，都没事儿。可是呢，总有人给你找麻烦。没办法。来，大人，不要喝了，真酒里。二位银夜来访，有何指教？大人小心！说，谁派你来的？有还嘴硬？知道老子是谁吗？老子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骰子。骰子，你是暗器王？知道了还不说？是武大。大人小心！
大人，他武功怎么样？这个人刀法还不错，可惜这么快就被灭了口，不然我肯定能问出些什么来。不是该说的已经都说了吗？哦，对，他说是一个叫做武大的人指使他们来的。大人认识这个武大吗？帮个忙吧。什么？把他抬进屋里去。大人，我怎么觉得这几个人不像江湖之人呢？你不是说他们刀法不错吗？刀法不错，刀法不错又有什么用啊？我们江湖之人最讲究的是练轻功，讲究的是要来能来，要跑能跑。刀法不错，京城里刀法好的捕快多着呢。我倒觉得他们有点像吃皇粮的兵士啊。当兵的为什么要来杀你啊？你觉得他们是来杀我的吗？大人，如果不是您暗示我假装中毒，如果不是我出手快捷，现在躺在地上的便是我们，不是他们了。他们怎么死的？飞镖。既然用飞镖能够杀死他们，为什么就不能用飞镖来杀死我们？而要走马灯似的进来转上一圈啊？也对啊，用飞镖省事儿啊。他们为何要进来送死呢？不对，大人，如果这帮人真的不想要您的性命，他们为何非要找上门来呢？这也是我想知道的。既然他们并不想杀我，那为什么要假扮成刺客呢？难道仅仅是找死那么简单吗？大人，又有人来了。是我叫老板请他们来的。柳林镇守备求见狄大人。进来。末将有失防范，让狄大人受惊了。王将军，看看这3具尸首，你认不认识？禀告狄大人，末将不认识，从未曾见过。你真的不认识？大人，柳林是洛阳之门户，乃京畿重镇，守军将士个个都登记在册。末将如果认识，绝不敢撒谎。辛苦你们了。这3具尸首就交给你们处置。骰子，咱们走。好。大人，您不是说那3名刺客是军营中的兵丁吗？那个守备说不是便不是了，我怀疑他在撒谎。他没有骗我，那几个人确非柳林军中之人。您怎么知道的？柳林镇距洛阳不到1天的路程，虽是重镇，但却从未发生过战事。军营中的兵丁养尊处优，都生得白白胖胖，而那3个人却显然是在沙场中摸爬滚打出来的。他们很可能来自边塞。大人，边塞，他们为何要找我们的麻烦？跟您有过节吗？我为官多年，与之打交道的多是些贪官污吏，也有绿林草莽，与边塞的军卒却没有交道，更不可能有什么过节。这些人会不会与我们现在所查之案有关呢？从表面上看呢，是没有什么瓜葛，可仔细想一想，这个意外来得也太快了，太巧了。我们刚离开京城不到1天便被跟踪，这不是碰巧，而是故意在等我们。他们对我的习惯很熟悉，知道我惯用明修栈道、暗度陈仓这一套，所以根本就不去我们的大队人马处找我，而是直接在柳林镇等着。也就是说，他们不光对您很了解，而且对您的行踪也摸得一清二楚。您说他们说的武大是谁啊？你觉得真有一个叫武大的人在找我们的麻烦吗？难道不是吗？哼，骰子，
你在江湖上这么多年，虽然没做过职业杀手，但是你对杀手的行规应该是懂得的。有哪个杀手会如此轻易的就供出指使自己的人呢？可他们不是杀手，是边塞的军人。军人更有军人的规矩。如果我没有估计错的话，他们不但对我们的行踪了如指掌，而且已经开始迷惑我们了。撤！撤！骰子，你就不要跟着我了，把当地的那些旧交都利用起来，看看成都府附近最近有没有来过一些陌生人，尤其是拿刀拿枪的。没问题。大人。成都府最大的地头蛇，号称蜀北王，是我当年的兄弟。这一带的事儿没有他不知道的，您放心好了。大人。干什么？您也知道我在天牢里待了5年了，身上可是一个铜板都没有。咱现在是正经人了，既不能偷，又不能去抢，也不能赖吃赖喝呀。省着些花，你不是江洋大盗了，我也不是地主啊！走。这里是张简之大人府上吗？地公，这次又给你添麻烦了。你没给我添麻烦，你给朝廷添麻烦了。上茶。太后的意思是，很简单，8个字：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这还简单啊！这几天我都快将成都府和周边所有地区找遍了，还是一无所获呀。李将军呢？他现在就在太子曾经住过的思过堂中闭门思过呢。太委屈了吧？好歹也是钦差御史，把他接过来住吧。不瞒你说，他还在生我的气。狄仁杰到了。是。将军，我们是不是可以进行下一步计划？先不用着急，看看狄仁杰如何了断此案再说。狄仁杰聪明过人，我怕夜长梦多。你放心吧，我们的计划如此周密，狄仁杰绝不会查出破绽。将军，您太不了解狄仁杰了。